各位朋友们好。师傅好。那说话间呢，就到了农历的7月，这个月呢是不同凡响，我是非常重视。不懂的人呢，就觉得每个月就那么过了。那我懂了一点呢，就觉得还是要慎重一些。这个农历7月这也是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佛欢喜日。也是这个地藏王菩萨用他的这个慈悲神通之力将这个地狱之门给震开了一个裂口，那么让这个有缘分的在这个地狱道、恶鬼道的众生呢，能够从下面出来，希望能得到解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东西信不信由个人，反正我信。有无数的事实的故事让人不得不信。从我年轻的时候，你说神鬼什么，我都不信。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我就从不信到最后一步步的知道了、感受到了、看到了，太多了。所以今天呢，给朋友们呢，就介绍这个月当中这个佛欢喜日也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其实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离苦得乐，能够消除这个厄运因为厄运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前世也好，今生也好，那些冤亲债主。你们俩知道什么叫冤亲债主吗？听着好像是跟我们有仇的人。差不多。可能是我们前世有欠他们东西，他们今世来找讨债。是，就我们有亏欠他的，这叫冤亲债主。比如我们骗了他了，我们坑了他了，我们骗他钱了骗他情或者是直接伤害等等的。那也有人说这个和这个前面清明节的差别呢？清明节呢是去怀念自己的祖先那过去祖先都有个坟嘛有时候这个经过1年4季之后风吹雨打的，有些坟呢，那过去坟不是石头做的，它就是土埋起来，有的下大雨这个坟呢都已经把那个土都冲走了，你需要把这个坟给修好。还要呢去拔一拔野草。再就是最重要是祭祀，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叫祭祖，笼统来说纪念你自己的祖先。那现在这个7月份呢，就是怎样把这个冤亲债主给安顿好。过去的过去，就是叫累世以来我们伤害过的各种各样的生命，那我们要把这个债得还好了，因为我们不懂事的时候就伤害了，那懂事怎么办呢？就得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如果解决不好，灾难就来了。这个还债的方式不是光欠债还钱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情债、仇杀债，是吧？你说用什么还呢？用命还呢？有很多时候是用命还，或者用贫穷。你本来是富贵吧你看有很多人已经做到几千万成富翁了，已经富人了，结果一不小心又一个投资打水漂了，整个来自的这个富贵一夜之间付诸于东流水，就啥都没了，是吧？你看有些仇杀一夜之间全家死了有些正好地震别人没砸死你砸死了还有遇上这个还有要债的是你的孩子要债。孩子其实是仇人转世。怎么仇人转世呢？你不认识他，你也不坑他，对不对？因为你认识他，所以骗他就比较容易。比如说骗他倾家荡产，他今世来报你怎么办呢？以怨报怨呐，就成为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呢，把你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这个财富去赌博，
应该说1-2个月，整个家族倾家荡产，这都是要债的。还有的债务也是用毁灭的方式，比如说翻车了、撞车了，是吧？这个东西你谁都不可避免的，谁知道哪一天自己谁会撞车呀？对不对？所以有些是直白的用命，来偿还一次。还有很多债不是你死了一次就了了，了不了，这越说越恐怖吧？就一世还还不完。对，所以咱们这一次讲的这个内容就是教大家消除厄运的方法，其实对，就是这个意思。太需要了，师父。对，那想请师父指导，就是佛陀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方法，怎么样能够去把地狱的众生解脱，就是把冤亲债主的这些债能够还了呢？那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有一部经叫《佛说盂兰盆经》，很短就大家不用急。那在佛陀时代这2500多年前，佛陀有一位功夫了得的大弟子，叫目犍连尊者，也就是他叫目犍连，很厉害，叫神通第一，证得了无量的神通。像《西游记》中这个孙悟空会72变，对不对？对。那目犍连呢，可能超过于他，就是非常厉害，神通第一佛陀的重要的弟子。可是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就一不小心就想起了母亲，说母亲在哪里呢？一看母亲，当然他母亲那时候已经去世了在这个地狱中的恶鬼道，落到恶鬼道了，在受苦。他也知道母亲确实是过去没什么功德，虽然有福气生了这个目犍连尊者这是因缘聚合，可是他自己呢，过去有很多的伤害，所以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叫做生命的债务就是罪过。所以呢，今世呢他的儿子看了他妈妈在恶鬼道受苦，饿得皮包骨，恶鬼总是来砍他皮鞭，抽他，用火来烫他，这个做儿子看着怎么受得了啊？他有神通第一一用功夫哗就下到这个地狱恶鬼道之中，拿着他那个一个小盆子，也叫钵嘛乞食的钵满满的一钵饭，夹一筷子喂妈妈可是要靠到嘴里了，这个饭变成了燃烧的火炭，这怎么吃喂了好几次就不行。他说我功夫这么高，连妈妈受苦我都帮不了，喂个饭都喂不了，这白修了。我说不行，我就弄些水先给妈妈，对吧？你看这是这么像那个炼火地狱一样先喂一些水给妈妈拿了一盆水来给妈妈往嘴里倒，结果不倒还好，一倒到嘴里头就变成融化的铁水，就像把这钢铁融化了之后，那个铜汁铁汁这不是害妈妈呀？他也再拼命用功夫没用，这个水一倒到妈妈嘴跟前，这已经就是铁水钢流这怎么得了？这让妈妈太受苦了。他没有办法，就哭着找佛陀来问法。这问佛是怎么回事他就原本的把这个他遇到妈妈的故事就讲了一下。佛陀说我跟你说吧，孩子，佛力和神通是大不过业力，大家记住简称就是佛力大不过业力。所以你的佛法修得不错，你的神通修得第一，但是你妈妈罪业深重，欠债所以解决不了，你的神通也解决不了，你帮别人可以，帮你妈这种情况帮不了。为啥呢？他欠人家的，所以他就要通过受苦来偿还。说那我怎么解决呀？你道理是告诉我了，但是我很心痛，我妈还在那受苦呀。佛，你得告诉我个方法呀。
求求您啊，赶快告诉我吧，说不定还有类似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众生，然后我还修的有些神通呢，有幸成为您的上首座的弟子，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您，也没见过您，那他们的父母受苦的话，可怎么办呢？佛陀考虑一下说啊，那只有依靠十方修行者，佛门的修行者，十方修行的僧众，僧众就是正式的修行人，用他们的功德之力，才能将你的母亲呐、父亲呐受苦中让他解脱出来。而且应该在每一年的这个农历7月15，那这一天呢，佛陀定为叫佛欢喜日。如果你供养一切修行的僧众，或者是修行者，并且要想到你的愿望说，为你前世今生的这个应该说前后世之中的7世父母，或者包括你现在的父母，做这样的供养，以及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他们就能够快速立刻的从这个3恶道之中解脱。那3恶道都是什么呢？就是地狱道。地狱就是那么多层，18层地狱，对不对？你都里头没一个享福的，都是往死里受苦的，那苦不堪言呐。第二就是恶鬼道，第三是畜生道，能够快速让他们从这个3恶道之中迅速解脱，并且呢能够转生这个天道或者是人道。那转生天道呢，成为天人。当然天人不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方法，比如这个天人吧，活2000万年，他那个功德消失之后他还会跌落下来，要么到人道，要么到地狱，但是呢也挺好，也比在地狱好他们可以就是成为人道或天道，也都挺好的。你看他用这个去供养这个修行者，就能得解脱。那目犍连呢就照着做了，因为很多修行者都是他师兄弟，还有一些可能并不太熟悉的一些这个修行者，有些可能新来的甚至是6岁的儿童他都要去供养，只要你是修行人，做了供养之后，很快他都不用功夫，那他的母亲就解脱出来了，往生了天道，所以呢，就是佛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想让我们的父母，或者7世父母能够快速的从3恶道之中解脱，那就去供养佛门的修行者，那我们的亲人就立刻解脱。大家学会了哈？学会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讲解，那师父那我有一个问题当然师父刚才也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目犍连尊者他神通第一，那真的是法力无边可是他怎么也救不了他的母亲他的就是他的神通、他的法力、他的功德也不能救他的母亲吗？对，不能救。那不是佛也说了吗？那我在考虑这个事儿你这样问我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成为佛弟子，你有一些法力，是不是欠债就可以不还了呢？是这个道理吧？那不是，欠的债还是要还吧。比如说过去你读书的时候，你欠了一笔债，对不对？等有一天大学毕业了，成为一个高级官员，比如成为警察局长，权力大，对不对？经常抓别人，成为省长，够厉害吧？要成为这么大的官员，是不是我不用还债呢？这从道理上来说的话，道理上说不过去，欠的债还是要还当了省长，不代表说之前欠的钱就一笔勾销了，我觉得。没错。今天你的在人间的职位，和你欠的钱是2回事儿。职位是今天有各种因缘，你促成了成为省长，成为这个警察局长，对不对？但是你的债还没还呢，你是欠债人但是往外借钱的人说，原来说1年就还，
现在已经18年了，你都没还我呢，对不对？我也等着花钱呢，是我父亲都老了，等着治病需要钱呢。你借了我们家钱，说1年就还，结果18年还没还，我就得追你啊。追并不代表追杀哈，我们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职务，不管多有权利，那你欠债就得还钱，是不是啊？那我们这里再深入说的这个债务呢，不光是金钱债，比如说我骗你的钱，还有骗你的情，我不爱你，我就说我爱你，是吧？啊，还有很多种犯罪手法，是吧？或者是我是强盗，我把你杀了，对，直接的伤害。对呀，或者是我前世是屠夫，以杀猪为职业，我和猪反正也没情没义，别人买猪来让我杀，我就挣个杀猪费，是吧？杀，就是杀嘛，这个反正无情无义。那么猪被杀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恨意呀？咱们也不是猪哈。但是也设身处地想一下，想一想，它也是一个，它是有智力的生命啊。是。其实你杀它，它就恨你。先不管说，你是因为啥要杀它，说你拿刀杀它，它就恨你。但是杀猪的人想是他们要吃猪肉，所以恨的话别恨我。但是猪不这么想，你杀我就恨你。对。这有可能是这样子哈。你看，又许留下了这个业债吧，对吧？如果是一个屠夫的话，这1年杀多少口猪呀？那债务大了。如果是专业的话，你再雇上几十个工人杀，1年杀上几万头猪，太正常了，对不对？那反过来说，如果这是人呢，就几万条人命，是一个道理。那个杀业，那个怨气多重啊！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累世以来的行为而产生的这个罪业哈，这个不能用钱来算，也不能用钱来偿还得了的，所以目犍连他一个人的功德是解决不了的哈，他解决不了他的那个妈妈那个罪业。对。那佛说你妈妈罪业深重，所以光凭你那个神通不行的，光凭这点神通不行，所以要借助修行者他们的功德才可能解救你的父母快速得解脱。那我觉得我们只能照着做，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出路。感恩师父。那师父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盂兰盆经》中佛说，那个如果我们供养僧众，就能让我们的那个累世父母就往生人天二道嘛。那我们修行药师佛法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我其实是我还想更深入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盂兰盆经》中说是我们可以通过供养僧众往生人道、天道哈。那我想请问师父，就是说修行药师法门的话，能不能让我们的亲人直接往生到东方琉璃世界？好啊，对，那我认为呢，你这个问题挺好的哈。像在佛的经典中讲到，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佛说《阿弥陀经》中讲到呢，就是人是可以通过念佛修行做功德之后就带业往生就是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有业的。你去了之后，比如说在这个净水中泡多少年呐，之后在这个莲花里头要修多少年多少劫之后出来就成佛了哈。我觉得这是佛呢方便大家理解，但是我所理解的东方琉璃世界的佛陀呢，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相信他的话呢，当你要去往生的时候药师佛请2位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他们一起，这三圣三尊一起来迎接往生者，就是迎接到你那一刹那，佛陀、菩萨用他们的功德，就好比是用他们的钱财还你的债务，就把你这个欠债的这个人把你的债务就给你替你还完了。
他就想谁让你信我呢？你信我就替你还债吧，就是这样。真的好慈悲啊！那你呢？等于是所谓的带业往生，其实一去了之后你就没有业了。对。就像手机恢复原厂状态。你看你手机里头，比如说拍照、录影、存电话簿，多少内容，什么游戏哈。但有一天我想把它这些，我觉得没意思了，我回成一种空白状态。你点一个键，手机就恢复到原厂设定的空白状态，对不对？这个药师佛就有这个本事，但是道理就是说，他用他的这个功德来替我们还了这个债了，是这样的。也不能说我是佛你就免了吧，不用追杀了，不是这样的，不是命令，而是替我们偿还。那真好，直接就超脱六道了。所以不但是可以去而且呢还能把我们的罪业帮我们给还清了。对，你这个永远，如果你喜欢东方世界的话，就永远安住在那里头。这个好吧哈？好，听着都很开心。极乐，凡是佛们所说的极乐世界，是超出六道的，就从此就不生不死。那师父啊，就是学习药师法门，它也是有不同的程度哈，师父。那我也想请问师父，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修行人，修行药师法门，怎么确保将来一定能被佛菩萨接到东方琉璃世界？我们要怎么做？因为大家可能各种级别都有哈。今天就是我们的听众观众，各种级别都有。那怎么讲呢？我说大约的几个方向你首先要有点修行就是我们讲究实修。那也有人问什么叫实修呢？那比如说打坐，念佛，修大光明，还有呢去帮助贫苦的人，这都是修行啊。这个护持佛门道场，护持道场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建道场我要塑佛金身塑菩萨金身印经书现在读书的少了开始转成了视频的呀、音频的呀，通过网络传播也就是增加这个传播度人的这个方式。你可以出钱出力还有甚至是说帮着度人，帮着宣传还有呢去道场去做义工做义工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你经常靠近这样一个修行的环境你自然的叫被熏染比如说你这个屋里经常炒花生吃，你在那待着衣服上都是这个花生味儿，就这个意思你自然被熏染的非常慈悲柔软是永远怀着那个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就容易将来就比较保证往生。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坚定去将来往生东方琉璃净土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愿望这个意念要确定别飘忽不定，说我到底去哪呀，是吧？耶稣我也拜过，是吧？佛我也念过是吧？什么都信过，最后就是等你去世之后，就是神佛倒是说反正有他呢，都不用我接。每个神佛都这么想，就像你给好几个朋友打电话说我几点钟去哪个机场，你接我吧，而且都说我已经告诉他们7、8个人了那朋友就说，既然7、8个朋友都知道了肯定有人去接我，正忙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信仰要坚定，要坚定的话，你到时候就能够去。我有很多个案例就是当年就是根本不信的人，最后因为身体不太好，说跟着修吧，说将来可以这个相信药师佛未来往生东方琉璃净土。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人是真的假的，其实他在模棱两可之中，到去世前，是有很多人就亲眼看到说哇，药师佛真来了很多起这个案例了。感恩师父。
也感恩师父为我们讲解这个《盂兰盆经》哈，让我们学习到目犍连尊者通过供养僧众、十方僧众，把母亲从地狱到恶鬼道救了出来啊。那他的母亲呢，是因为在前世可能很多事作恶哈，然后最后就是往生到了地狱道。那其实有很多就是现世作恶，也是现世受到惩罚这样的真实的因果故事哈，在这里也想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好，那我这里有一个就是杀鸡的果报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好，他是2002年哈，一名呢28岁的小伙子，他在深夜杀死了自己60多岁的父母。那这一对60多岁的夫妇呢，在熟睡中被绑在了床上，随后呢遭到了割喉，鲜血四溅，点点血迹喷射到了墙上。凶手当天晚上就逃走了，后来呢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被捕了。调查的时候发现，凶手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小被溺爱，性格十分张狂偏执。因为家庭住房紧张，凶手结婚后呢，小夫妇俩一直和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矛盾冲突也经常发生。案发前几天，凶手和父母再次爆发争执，要求父母给钱买房。父母表示暂时没有钱，并且责怪了儿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在邻居面前呢，让父母也没有面子。因为这个呢，就激发了凶手的杀人恶念。但是，这真的能够彻底解释凶手的杀人动机吗？世界上被溺爱的儿子很多，发生争执的家庭也很多，为什么这个凶手就会萌发杀死亲生父母的念头呢？在案情的相关资料里，发现了这么一段非常惊人的口供。凶手是这么说的：我早就想杀了他们，他们很没用，给我买套房也没有本事，干脆死了算了。我盘算这事儿有好几个月了，但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不愿意让他们死得很痛苦。我想给他们喝农药，可是去药店的半路又回来了，因为农药会烧坏肠子。我又想用电动车带他们到水库边去玩，然后把他们一把推到水库里淹死，可是这个计划也没成功，所以翻来覆去的想还是割喉比较好，没有太多痛苦，死得快。听到这儿，不仅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被杀的老两口在农贸市场上开了一个活鸡宰杀的摊位，生意做得很好。根据邻居介绍，这老两口都是将活鸡捆好，倒吊在一根铁丝绳上，然后捏住鸡头，对鸡进行割喉，鸡血到处喷溅，他们不浪费，下面还接着，最后能卖钱。这个生意他们做了一辈子，赚了不少钱，而且据说这个割喉宰杀活鸡的手艺还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这两位死者一辈子宰杀活鸡，对那么多活鸡进行割喉，最后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割喉而死，这难道是巧合吗？这个故事很惨，是讲的都很其实也是很难过的，就是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可惜这个故事。是但是这个宰杀活鸡活牛的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也想不到到最终呢，就好像他经营的这个行业那么类似而且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是你要说是报应吧，就显得听起来心够狠的又不是报应吧，怎么那么巧合呀？对呀。真是，还是从事行业还是要好好选择一下。对。害怕。
确实，而且就是不但我们选择好的行业，然后还有我们平时的做人啊、为人处事中，如果稍微行为有一些伤害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伤害也是挺大的。在这边给师父和网友们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它叫《大恶矿主的惨烈结局》。这是一名法医写的一个语录，然后他说呢，我是一名法医警官。从大量的临床案例中，我发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点也没错。下面让我给大家讲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一起矿难事故的案件，矿主叫赵某，在一个小乡镇开了一家小煤矿。这个煤矿呢，没有任何的经营许可，也没有安全措施，全靠与当地权势人物的私人关系维持经营。很显然，它背后有着强大的保护伞，因为在矿难之后，当地都无法顺利侦查，还要移交到异地办案。这次发生的是个瓦斯爆炸，导致矿井坍塌，死了1个人，重伤了2个人。按照他们行业里的潜规则，这种矿难呢，一般都是通过给予工人家属比较大的金额的赔偿就能对付过去了。但是很巧合的是，当时正好遇到了全国大检查，这位矿主赵某就被刑拘了。我和其他的侦查人员去找赵某取证的时候，看守所的人告诉我，赵某呢，他因为糖尿病，他被送去医院去了。当我赶到医院见到了赵某，我看到他有50多岁，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十分强硬，根本不配合。他在床边坐着，对我的提问爱理不理。直到我临走的时候，他还告诉我，嘿，你放心啊，用不到1个月就会有人保我出来的。他说的没错，由于种种的干扰因素啊，这个案件进行得十分不顺利。但是就当赵某欢呼马上要恢复人身自由的那天晚上，糖尿病和胆结石一起严重发作。虽然看守所留不住他，但疾病却把他留下来了。从那以后，赵某就再也没离开过医院。过了4个多月，这个案子终于判决了。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但他已经进不了监狱了，因为他身体越来越衰弱，他的刑期也只能在医院里执行了。因为他有钱，仍然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单人病房。每次见面的时候，他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好像一直想有什么心事想说。有一次他还问我，你信教吗？我坦然地告诉他，我是一名佛教徒。他叹了口气，没说话。过了一阵子呢，这位赵某就因为病情严重而转院，监狱也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但很奇怪的是，不光监狱留不住他，医院不收留他，连阎王爷也不收留他了。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病榻上躺了快8个月了。1.8米的大个子，他的体重已经迅速降到90斤。我虽然是学医出身，却没有见过那么消瘦的身体。他的双眼完全的深深地凹了下去，颧骨巨高，嘴唇青紫，肋骨突出，一根一根清晰可见。呼吸的时候，他的肋骨轻微浮起，你感觉一碰就能折断。他的大腿更令人不敢正眼去看，瘦得跟胳膊一样粗，皮肤极度松弛，就像是直接搭在骨头上，一点肌肉都没有了。因为胆结石做了腹腔手术，肚子上有了个小伤口，但他有糖尿病嘛，所以这个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而且反复的感染，周围的皮肤都溃烂了，一副骷髅相足以让人做噩梦。按照常理，像瘦成这样的病人，因为多脏器衰竭，早就应该没有力量再支撑他的心跳。但是赵某却顽强而且痛苦地活着，就是不死。虽然他一再跟我表示说，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死，死是最舒服的事情，
他现在每分每秒都在极度的痛苦中。有一次，他拒绝进食10多天，心力严重衰竭，医生都认为必死无疑了，他却又鬼使神差地活了回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有再见到他。有一天，他托护士给我打电话，请我过去。那天晚上呢，他就用极度微弱的声音跟我说了一起10多年前的事。当时是他刚刚起步做一个小煤窑的时候，因为缺乏资金，就托人在火车站骗来了一些弱智的流浪汉，让他们下井挖煤，而且还不付工资，只需要雇几个保安就可以了。在他积累到了第1桶金之后，为了隐瞒这个真相，他封闭了那个小煤窑的矿井，任由这些弱智的流浪汉在黑暗中饥饿窒息而死。他的供述后来被证实了，警方在所述的地方挖出了20多具尸骨。后来赵某在医院又待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他几乎每分每秒都是在高度病危中度过的，但无论如何，他就是不死。他的家产全部都充作了医疗费，家人再也不探望他了。虽然高度病危，他却只能日夜不停地嚎叫，声带都扯裂了。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缺失，他身上任何一个小伤口都不能愈合，都会反复感染，然后溃烂。到最后，他身上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块好皮肤，全身都在严重的溃烂当中。我没有再去看他，但听他身边的护士说，他死了之后，用被单裹住了尸体搬运的时候，骨头非常脆弱，当场就发生了好几处的骨折，皮肤溃烂化脓。他的尸体在放进冷冻柜之前，几乎都要化成一滩肉泥了。我们常常认为死亡是件坏事，但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死是一件更麻烦的事，更像是一种比死还要可怕的惩罚。真的，这个让人心里更不舒服。是。我们都希望听到一些好事儿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生命之中确实有很多这样不如人意的那种悲惨的事情。这赵老板这个，他想死都死不了，是，最后得这么一个怪病哈。对，就折磨他，就是。对，其实就是人生就是他的地狱。这就谁都想不到，你说你一开始确实没有什么资金嘛哈，去挖煤矿，你找一些那个弱智流浪汉，完了就把人闷死在这个窑洞里，这太缺德了，真的，这活埋了呀，这凭什么呀？这不一点善心都没有啊！对，这心太狠了。是，他做矿主这么多年，肯定也是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对，所以在人家去调查，警方调查他，他都不怕，他都觉得我有关系，我肯定会出来的。他有钱嘛？有钱买通一些官员呐。对。可早晚有官员会把我保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你看。最后想不到他的那个疾病，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折磨他，还不让他死。对。这种罪恶的恶业爆发出来的时候哈，并不是人可以阻挡得了。是。那这个赵某他就是这个法医写的这篇文章嘛哈，去看他的时候他也说，你有没有信仰哈？对，法医说我是佛教徒。赵某叹了口气，可能当时想自己，这个时候没有信仰。那我就想请问师父，就是如果之前是一个小偷哈，或者是一个反正是一个坏人了哈，做了很多坏事，然后突然有一天醒悟了，想着我就洗手不干了，我不干坏事儿了。那这样他之前做的这些坏事、这些业，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呢？这个不能这么算啊。很直白的说的话，你想，你之前无论是小偷也好，还是强盗也好，对不对？还是流氓也好，你已经犯了很多案，伤害了很多人，就是伤害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有一天，比如你干了10年之后，有一天突然醒悟，说我不干了。那之前伤害的那些事儿
就当没发生过嘛。好像也不太公平的。不是，它已经发生了呀。对。所以这个恶业的这个账啊，恶业的账本已经写下来了。啊，就是这样，它已经发生了这个事，你就改变不了了，就已经有这个罪过了。还是得还。所以洗手不干还是要还债的。洗手不干只是从古人有个总结哈，这叫做止恶了。你现在不继续做恶了而已。但是不做恶并不代表你就是个好人。当然比直接做坏事是更好一些。但是之前的这个恶业这个账你都要偿还。他还不是真正完全的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是乐意帮人的人才称他是好人。而说我谁都不伤害，就今天这个社会也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坑人不害人，那我就是好人。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好人。说不害人的人就是好人嘛。我看到一个老人家啪在那摔倒，其实你稍稍抢救一下就好了吧。说反正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赖上我，我就看着眼瞪着你。他有人说有一个姑娘要跳楼，200多个大男人拿着手机在那拍，说直播吧，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救他。这个，所以有时候这个社会变得很冷漠。所以你没有去做坏事，就是说你拿手机拍他整个自杀的过程，请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本身就是坏人。是。知道吗？你企图就是让别人的极端的痛苦和生命换来你的一种视觉的一种所谓的享受，这就是坏人。所以有时候好人坏人自己的定义是不对的。由天来定才是对的。还有洗手不去做坏事了，并不代表之前的罪过就能一笔勾销，只是你现在不去偷盗不去杀人而已。那么之前的犯的罪抓住之后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知道吗？你比如说你之前你杀了5个人，说现在我不杀了就没事了，也可能你自己原谅了自己，但是法律不会原谅你，被伤害的人也不会原谅你的。是这样。是。感恩师父。我记着以前师父有给我们讲过一个宋朝的一位修行大师的故事啊。对。就在宋朝有一位他的名字我给忘了，一位国师级的人物。什么叫国师呢？皇帝和朝廷去经过考察和了解之后呢，就是刻意封赏他为，就是比如说我国的国师就是像一个修行的高人，给这个朝廷和皇帝提供很多美好的建议，甚至希望你来保佑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就是人民和平相处就这样，这称为叫国师。这个国师级的这位大师呢，因为他已经开悟了之后，他最了解的就是因果这个概念所以有一次皇帝还问他说，大师你已经修到了一种就绝对清净的自在的境界，怎么有2次我看到你还在那悲伤呢？国师就回答说皇帝陛下呀，说我呢因为有一点天眼通了，我看到了我累世以来犯的这个错我欠的这个债我已经还了就是99%了，还有呢1%还没还。这个就是这个因果轮回之中呢，每一次都让我想还呢。他说我已经做这个和尚做出家人做了5世了，现在就是第5世，这是5世修行之中我都是在还债那么我总在错过和我最欠他那个债的那个人这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差1秒钟就从街的这边走过去了，彼此并不认识所以修了第5世，说我这个天眼神通，我现在终于知道说我还有那个债主在另外一个城市，是当时宋朝的国都北宋时期的话是在哪里？那个北方河南那边是吧？叫是汴梁嘛。
那他就说我现在我欠我债的那个人呢，就在现在浙江省的那个苏州，汴梁就现在河南省从汴梁，他就说现在我欠债的那个债主在现在说浙江省的苏州他给他那个徒弟说也就是他一个跟前的徒弟，跟他也伺候的，还跟他学法的这样一个人。那怎么办？师父说走，立刻还债去，就找债主那为啥要还债呢？如果欠着这么大的债务他最终那个东西是解脱不了的，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一坐禅进去就哇痛哭流涕就使自己不能清净自在的稳如泰山的那种美妙的状态，一直就不能圆满他的修行。说把这个债还了之后，我才能达到最终的开悟必须得还债。所以他用神通就看到了说在这个在苏州，其实挺远的，在过去没有火车的情况下，是吧？走了2个月走到，那结果有一天呢，他打坐，大中午那个苏州也不是一般人待的地方，贼热，过去没空调，热得不得了。他徒弟吃饱了之后说坐那就睡着了。老师傅一算这个时辰到了我那个债主就在不远方不远的地方等着我其实他们在今世并不认识这老和尚国师悄悄的别把徒弟吵醒，他觉得他自己才能完成，如果徒弟在那儿就完成不了，徒弟肯定这样阻止他，那样伺候他，很多事就不方便去解决。好了，徒弟睡着了，他赶快出来一边算，就像拿着个 GPS 寻找那个方向一样结果来到这个大街上之后，往左边一看东南方一座高高隆起的小桥，那个苏州园林就有很多的拱形桥，从桥的比如说从桥的一侧看不到对岸，桥的那一面是来了牛还是来了人呢，还是有没有人呢？看不到，那个桥是高高隆起的，图片上能看到这个老和尚70多岁了，就飞奔过去，就往那个桥那边跑。结果呢，他是知道的，另外一个小伙子不知道不知道是在追狗还干嘛，从桥的对面呢就往那边追。结果2个人一见到面的时候，这小伙子跑的时候拳头不是在甩着吗？这老和尚的胸口正好撞到他奔跑的甩的拳头上，老和尚啪一下被摔出去，就倒地就摔昏了一看有人摔昏了，这个时候有人看见，在高处下面的人能看见他，说哇前面有个老和尚是不是被人给打倒了，怎么回事那拳头撞到老和尚那个青年人也吓坏了，我不是故意伤人也是很好心说怎么样，有没有呼吸别死了，要不要叫医生很快围观了很多人来，很多人就像打电话报警一样，赶快叫警察呢，警察呢，过去叫捕快马上找警察。警察来了说你们谁看到说这谁打谁了？对，有人说我看着那个小伙子跑上来，跑的时候拳头撞到胸口上，这老和尚就倒到地了已经严重的休克在这个时候在床上睡觉的他那个徒弟也醒过来，因为师父发生了问题，徒弟有感应说哇不对，心里一哆嗦，也是用心中的 GPS 找师父可能在哪里，就我感觉在这里，徒弟也跑过来了这个捕快已经就把旁边这个青年人承认是我这一拳头不小心甩到他胸口上去了这个捕快就是警察已经把那个人给绑起来了徒弟说不慌不慌
让我来看看啊，师父有嘱咐过，这是我的师父，当代国师，在师父身上搜了一个信封出来，一掏出来，上头大概这样写，说我是哪位大师，是御赐的国师，你们都认识我了啊，这叫度牒哈，我留了这封信，这是我的身份。那因为我5世以来哈，我一直在寻求着我的债主，我还我的债，还了债，我才能获得最终的究竟觉悟，所以的话，这个今天的我呢，是刻意找了这么多年呢，我才找到我欠的债主，他要上这个桥，正好也是跑过来，我呢为了还这个债，是我得用命偿还的，所以我是故意来找死，我是故意来找死的，所以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去把他给抓了，当个杀人犯来看待，说他是没有罪过的，是我故意找死的，这样我的心就坦然了。那么的来世呢，我就清清静静、自自在在的获得成就，是这样。这捕快一看，死者自己这么说，而且徒弟是证人，徒弟说是，师父一再唠叨这件事情，说要还债，还有一笔血债没有还呐。说我过去世的时候曾经有一批，就是说有一匹战马受伤了之后，其实没有死嘛，人家还是可以修一修就能好的，可是他们家呢没有饭吃，看着没人发现，他就把那个受伤的战马给杀了，吃了，这个现在这个人这挥拳头的这个小伙子，正是前世就是那匹战马，所以说我终于把债给还了，所以徒弟来见证这件事情，捕快就不用抓那个人了。所以一个修行的佛门大师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前世的这个累世的业债的话你最后开悟都非常艰难。比如一个师父教3个徒弟，教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环境场景一起教学，你说就有人考100分，就有人考20分，就有人考60分，对不对？那通常来说的话呢，人家智慧高的那个之前业力少的人分数就比较高，那个大脑就比较聪明。你这个业力重的呢就不聪明，比如说智力上就笨就会做愚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修行觉悟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因为这个我们前世的这个业力的问题有时候让你哪怕就在修行之中有时候半路突然说我不信佛了，我不信了，我不相信师父了，我背叛，我开始干点别的，我学别的，我学木匠，就是这样的，容易半途而废。还有呢，佛明明是这样说的，师父给你这么解释的，可是你呢，反而理解成是什么呢？是一种错误扭曲的理解了这个事情，完全是歪了，叫邪知邪见。像这些现象都属于前世业力形成了障碍，让你没有这种智慧来认识到什么叫做正确的真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看，所以这个业不光是障碍我们普通人连佛门修行的大师也都被障碍，所以消这个业还这个债多重要。感恩师父，这个故事很感动，很令人感动也深受启发。那这位就是国师，他用生命最后去还他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债务那也想请师父为我们开示，就是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做，就是来帮助我们消除罪业还债的。很多方法。首先这前头我也讲了一点比如说修行的方法，就纯修行方法，就是比如说念佛，还像我们修的大光明修持法，就是佛门修行的这些宝典的方法。
因为内部的修行方法来说是不太公开传授的哈。对，那观想式修行啊，或者无想式修行啊，清净禅坐呀，像中国禅宗是吧？这些就不同的修持方法要修，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学习的方法，也是修行，念佛、持咒。也就是说，无论是念咒也好，念佛也好，都可以。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做功德类的。功德类的方法呢，比如说就这个，塑佛菩萨这个金身佛像在过去还有抄写和印制经文呢，对，还有呢替人说法呀，你看这个人有点愚昧，有机会学习佛法，你懂得你就去教他，也很重要还有呢，护持道场，你家里比较近的一个佛门道场，你呢出钱出力去护持它，还有呢供养僧众，供养修行人，供养这些和尚大师们，和尚这个词是个高尚的意思供养大和尚，他能将来成佛，就有你的这个功德在那里因为你这是供养了他，对不对？将来有一天他获得成就，我可以这么说吧，一位真正的大师，不管你是否知道他有多大成就，不管他未来是否成佛了，你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最少算是圣人了，而我们就是俗人了。供养圣人本身就是功德很大的事情那么为这个冤亲债主供灯师父是不是很好这个为冤亲债主供灯这是还债消业的部分这是另一个部分了这还不是纯修行，这不是纯修行，就是如果你没有别的修行的话呢，像我们的道场有一些道场之中呢，它做不同的方式来消这个业，来积这个功德像通常我们知道的，像在佛前供灯，借佛力，来帮我们还掉前世的这些业债，就是你出了1块钱嘛，佛力就把你放大了，可能变成了1万来还，这样还的速度就比较大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供灯，塑佛的金身，护持道场，替人说法，做供养，供养之中出钱出力，对，那还有呢，帮人度人，对，还有呢，就是一心自己要发誓自己做一个慈悲善良的善人，要这样子才可以对，这样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的话，让佛菩萨都能有点感动的话，那你就得到了一个大福气，那佛菩萨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加持，我们这个罪业早早的就是还完了，罪业的债务就还完了，那你就解脱了，你做人做事顺风顺水，心想事成，健康长寿，全家欢乐，这多好呀！所以罪业重的人说：“哎呀，这是怎么说呢？障碍很多。一家人之中，无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不障碍的，是吧？老的有老的障碍，少的有少的障碍，反正怎么这个日子都过不平安，就是这样。这就是罪业重。是。那师父来道场做义工，是不是也会帮助我们能够消除罪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前头也讲了一点如果其中一个做功德的方法，就到真正修行的道场做义工，因为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这个慈悲的佛法对你的熏染让你呢能够学的，就是从不慈悲到慈悲，到大慈大悲，是不是从一个特别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博爱的人，变成一个有大爱的人，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过渡的过程，通常都是在
长期的跟师父学习，才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本质上的变化啊。所以的话，你从一个我就说从一个自私，再到一个大慈大悲的一个人的话，这本身就是从凡夫到这个圣人的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的那个债务什么东西啊，很快就还清了，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对，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多好的方法，可以消灾。那也想跟师父分享一个来自我们美国硅谷禅堂一位小萌师姐她的故事。好，我们来听听啊。她是讲她往生的母亲得到佛菩萨接引的。她说：“师父好，我的母亲呢是在2013年的中秋节往生的。当时我们没有帮祖先帮先人超度的概念，所以没有帮母亲做任何的法事。那在母亲走后的几年，我时常会梦到母亲在我家里的各种地方出现。有一次我梦到她跟我一起睡觉。还有一次梦到他是在一个背景黑暗的荒山野岭处，身穿往生时穿的寿衣，低着头，眼神呆滞。之前我梦到他，以为呢是自己太想念他了，可是最后一次梦醒来后，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样的环境，为什么会有那个表情。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答案。直到后来，我和爸爸结缘了菩提禅修，跟师父学习后，开始对供灯有了认识。我们开始持续地为母亲点7749天的超荐灯。几个月之后，在我启程要去参加师父亲授的闭关班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极乐世界。我们站在一块空地上，那是早上5点左右，天空是深蓝色的，在接近地平线的方向，颜色从蓝紫色变成了红紫色，中间还带一点粉。有一尊佛像一点点地出现在了天空之中，身形非常的巨大。接着佛像一尊接一尊地显现出来，遍布整个天空。4尊巨大的佛分别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显现，还有8尊天王在稍微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分别在8个方向，非常壮观。因为四周的环境太真实了，就如同现实世界中的天空一样，所以我的眼睛都不敢眨，睁大了眼睛，试图将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当时我不太清楚这是哪几位神佛，直到我去了师父的闭关班，看到了那里的佛像，我才对上号。原来梦中见到的就4尊佛像都是药师佛，8个方位显像的是多闻天王。那次之后，我也有梦到过妈妈，每次梦到她都是在极乐世界，时间也是早上5点左右。她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短波浪发型，白色短袖，每次见到她都很开心。有一次我见到他，追上去找他，他还调皮喜笑地躲了起来，好像是在跟我捉迷藏。通过师父的开示，我渐渐懂得了道理，知道自己往生的亲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他们自在了，我们才能自在。所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通过无边的法力和功德，让我妈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永远活在安详自在之中，也让我们活着的人获得了吉祥。感恩师父。这真是太吉祥了。是，他这梦境的转变，相信他妈妈现在一定在非常好的地方。
对，也因为很多网友都是这样，之前不懂哈，然后做了梦到往生亲人不好的时候，自己都不太清楚，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后来跟师父学习，知道说其实那样的梦境是在给我们一些预示啊，然后来了以后懂得知道说要在佛前供灯啊，供养。在之后在做梦的时候，往生的亲人就在非常美好的情景中了啊。是。这个很多人是不懂哈。尤其是这个没有宗教的一个地区哈，所以大家不了解这些啊。那么像宗教比较悠久的地方，大家还是知道的啊。所以呢，现在知道了，赶快做一些功德，就是其实人就是走了之后哈，真走了的人去哪里，活着的人通常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尤其是你的亲人或者他好朋友，往生之后哈，他通常呢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梦境。这个梦境呢就是这样的，有些你梦到这个往生的这个亲人或朋友呢，就好像是在很孤单、害怕、贫穷、饥饿恐惧等等这些状态里头。那我们的总结呢说，凡是这样的梦境都是不好的，这个灵魂去了一个不太好的地方，那是多么深的地狱不一定，但是是不好。但是往往呢，你通过一些或者自己或者通过一些法师啊等等的帮你处理过之后，你同样是梦境，梦到它之后就好像就不一样了。这种转变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智力来理解它。但是你的梦境梦到它就是好了，对。所以通常就是灵魂来到你的梦里头，就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他告诉你我在这边很好哈，不用惦记我，在你梦中显象，或者是我不好，你要帮我做功德。当你梦到他的那不好的时候，你就需要做功德来帮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非常感恩师父，在这个今年的这个盂兰盆祭哈，2024年为广大网友推出我们这个地藏菩萨超荐灯。那今天正好是农历的7月初1哈，那师父非常慈悲，我们这一次的超荐灯会点整个农历7月，从初1一直点到30。所以呢，这一盏超荐灯呢也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就只要18美金我们就可以为我们往生的亲人、历代祖先冤亲债主还有累世的这个父母对，还有婴灵都能够点为他们超度。这个时候借助佛力来帮助他们往生到光明之中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我们也有就是网友有的时候同修会问说，那那这个点灯挺好的，今天听师父讲了也明白了我们一定要供灯来超度他们。那我们给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往生的亲人们给他点一盏灯好吗？我觉得可以就像买糖一样，你也可以买1斤糖，你也可以买1块糖，是吧？我觉得可以，那你们说呢？这让我想起，就是之前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在温哥华遇到的一位师姐的这个案例故事。我记得这位师姐，我们是在大概清明节的时候遇到的。然后她是很有幸嘛，她当时候那个直接能够跟师父对到话。她就跟师父说，她那时候遇到一些状况了，她有一些意外。就是他是骑摩托车的嘛，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斜坡上骑，他说不知怎么样的，不知是那个路不平还是他自己没看到还是怎么样，他就整个摔下来了，而且摔得还挺严重的。他说撞到了头，直接撞到了马路，然后那个脖子到肩膀整个都擦伤
都摔倒了哈。对，都摔倒。就我记得这位师姐年龄还不小了，都好像60多岁了，这摔一下可是摔得不轻啊哈。是，而且她说呢，她之后还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她天天都头痛。对，就好像就被震到一样，而且就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就想请求师父帮忙嘛。然后我记得当时师父就是用天眼看了一下他，然后师父对他说，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塑料袋直接扑到他的脸上的那个感觉，像个大垃圾袋一样。这人要是脸被一个大垃圾袋蒙上，那不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吗？是啊，是。那师父还跟他提醒了一件事，就是说有他的一个男性的一个祖先，一直在往他脸上扑的一个感觉。对，然后因为刚好当时候是清明节嘛，所以师父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给你的祖先在这个节日做一些超度啊，做一些功德啊？然后这位女士特别那个理直气壮的说，我有点灯，师父，我点了一盏那个给我所有的历代祖先的一盏灯。这就是为所有祖先点一盏灯的师姐。好。然后呢？师父就再提醒了他一下，那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亲人，就跟你关系比较亲的有往生的？你再想一想啊。然后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是我93岁的那个父亲，在去年刚刚往生，但是当时候我就给他点了灯了嘛，所以今年那个清明节我就想说没关系吧，就一起就跟历代祖先一块儿。对，就是父亲往生的那一年点了一盏灯，就今年就不用再点了。就是他父亲去年去世的，是去世的时候点过灯。对，那么今年呢，就到第2年过清明节哈。是。其实很多亲人来说，还有那种极度悲伤、怀念的心理哈，依依不舍的心。可是这位师姐呢，说没事儿，我今年为我父亲和所有历代祖先一共点了一盏灯，还点了个比较便宜的，对，是。那所以呢，是前面他从摩托车上摔下来，那个形成让他那个脑已经有了脑震荡，骨头差点摔坏，对，这都是这个他的祖先不满意。是，这讲直白就是这个问题。就还好他遇见师父来提醒他，然后当时师父提醒他就是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嘛，然后我们就是怀念他们的心也是要为他们做功德，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得佛接引。那这位师姐也非常就听师父的话，然后去给他的那个父亲点灯。那相信师姐就是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非常感恩师父的提醒。所以他就真听话，就点了一盏那个后来他又改变了是。对，就是但是我是觉得，我为什么说多少是由自己的人心我觉得是父母生养一场他们这个离开了我们，就是那种难舍难分那种深深感恩和怀念的这种心情，应该是很重的对，那当时我和他，当时你们都在场嘛，就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的祖先，他不是说画的像鬼一样那么来扑他，就是一个男的一个人，就一个老头70岁的样子，直接往他身上撞，这样反复的做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塑料袋呢，和这个图上做的不一样，不是拿塑料袋把脸给蒙住，而是知道像沾那个有一种灰色金属的那种沾强度漏水的那种胶的塑料布把他的脸呢紧紧的粘住之后再往前拽的那种感觉，他绝对不可能既不透气不透光不透水，憋死了。就是水管的这个漏水拿那个胶布粘上就不漏了。就他的强力胶多厉害呢，就把这一个大胶布把他脸粘住了之后往前拽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变成了就是从此之后就看不到真实的路了。我不知道祖先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他？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满意啊。那么下次的灾难就在前面等着他。是。就等于祖先在惩罚，这个还不是外人。就他那个是这个事儿。哎，但是通常哈，那个世界人也挺好的，挺善良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可能功德不够。你说你爸爸去世刚去世，你到第2年清明节，你就给你爸和你历代祖先点了一盏灯，就是说从节俭式生活说这也可以，也可以不点灯啊，你可以画一盏灯就算了啊，对吧？从佛的慈悲来说，也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没问题。但是从我们作为人来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抠了吧，这怎么这样子呀？就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啊。对，可能师姐也是节约生活也是习惯了，因为挣钱也不容易啊。对，但是呢，但是为什么祖先亲人会不满意呢？那你猜猜看，为啥不满意呢？祖先等着他给祖先送去光明呢，他这不孝顺呢，等于是说。突然间晕了哈。祖先在这欠债1个亿。你给了1分钱。是吧？还在受苦中。祖先继续受罪。可是你在这还享福。是这意思，就是你这功德做太少了吧？这由你怎么生出你这么抠门的一个后代来的？是这个意思。说怎么样去感恩你都听不懂，是吧？修理你。就把你的五官给你遮起来。下一次的灾难是什么样的呢？就不知道了哈。所以赶快点灯，赶快做功德。对，就是不懂嘛。是。我们说他这个故事不是说让大家说你一定要点很多盏灯哈，就是说当你欠债太多的时候，你那个尤其是你像他父亲去年刚去世，你今年点一盏小灯，这从叫我来说，人情上我的心里过不去。很多自觉嘛，就是你有那份情感，你自然就爱他。他已经都去世了，你点他能点多少次啊？是吧？你点一盏小灯，还给历代祖先，这历代祖先说揍他，就是这样，他不孝子，那就麻烦了。但只是说他自己不知道。对，就是这样。还好遇见了师父，师父给他指点了。对，就因为问我事儿的人，我能说尽量说。所以有的时候说的让人不愉快哈，但是看见啥说啥。说实话呀。对，所以就是他有一个祖先，就是一个鬼魂样子，只往他身上扑嘛。当然没有像绘画那么猛烈哈，就缠着他不放。对，这样对他是只能引来灾难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发生这些灾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就是像他没有机会请教师父的话，他可能根本联想不到是自己为祖先没有做够功德而引发的啊。所以灾难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有机会能够听师父讲到这些，能够去为祖先做功德，人生中就能够消掉很多不必要的那些灾祸。尤其在这些重大节日的时候啊，不止清明节，还有现在这个农历7月盂兰盆节然后师父也特别慈悲，就一盏才18块美金，我们就多为我们的往生亲人对多点几盏，希望送去给他们更多光明，更多自在，然后让他们能够解脱。对，反正我之前声明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了，就是一定让你多点哈，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能理解到我们讲的这个里头这个基本的道理，从情感的道理，还有这个欠债的多少，和你点了一盏灯是不是可以？那么收费低呢，就是方便大家去做这份功德，方便你这个做一点功德，总比没做好吧？是。但是呢，因为便宜，你点的少了，就怕还不了一点债，就是这样子。是尤其是祖先在责怪的时候也挺麻烦哈。对，就是这个意思。感恩师父，师父。好。那在这个农历7月哈，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
有些敏感的啦，它会容易冲撞到一些邪气啊、鬼气呀那也想请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些、指导一些好的护身的法宝尤其是在这个月，我们就佩戴上，能够护佑我们吉祥平安顺利的度过。是这个月呢，一到这个月前头我在台湾的时候，你看一到这个月，真邪门了。很多人神经稍敏感一点的人，很多人从黄昏时候开始，再到这夜晚就能看到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好像是鬼门开了，很多这个有这个机缘解脱的这些鬼魂呢，就出来溜达了，对，有时候呢被比较敏感的人就能够看到或者感受到，或者是和你有关系的。要么是冤亲债主，要么是一些祖先亲人，或者前世的朋友，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记得在台湾呢，还有青海西藏就是佛教比较盛行的地方，在这个月呢，就很多人会在路边会放些食物，去施食。施食呢，他一边施食一边放，就是说，哎呀，路过的朋友们无形的朋友们。我这边有点心意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一些希望你们早早上路吉祥平安拜拜。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个有一种供养的愿望，第二个说你别找我来我都发心了也有这个意思。很多人这个时候就7月份容易看到撞到这个东西，所以要小心。所以呢，我们就带一些护身的东西比较好。从身体上，还有家里头，还有咱们现在经常家里有个车嘛开那个车，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也撞那个邪气我调查过好几个出事的人，他要出事的时候，那个车的这个方向盘刹车呀，这不是你的手脚可以操作得了的，那个该打方向打不动。就是这样的，打不动方向，踩刹车踩不下去，就像刹车失灵了一样，就是这样子。好玩吧对，如果你年轻没经历过这些事呢，你觉得我们现在挺会编故事。如果你经历过的时候，你才知道我说的那感觉，就是这样，可邪门了。所以呢，就是屋里头，工作场所，到自己住宅办公室。还有呢，你经常开的这个车，还有你自己的身上，尽量带一些这个辟邪的一些宝物，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保你平安无事。但你少带了一点，就怕说，你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带点头疼药，万一需要呢？你说我从来没头疼过，说不定可能那就遇上头疼，可是没带药，如果有带那个药，听妈妈的话多好呀。有备无患，对。那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介绍一些这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形状、一些材质来辟邪的宝物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不懂。之前我们讲过很多非常厉害的，你像什么犀牛角，犀牛几乎都没了都死光了，都快，这绝对世界级保护性动物，没有了，但过去有。它本身就是镇静安神、辟邪那么我们讲了很多次的，像沉香、檀香，无论做成的香，还是那块木头，都是非常好的，它是辟邪的宝物。在台湾给人超度的这些法师烧的都是沉香，对，这个特别好还有一个最近呢，我在修行的时候。所经常经历过的、经常闻的烧的这个综合性，应该是藏香中的药香，它是一个配方，避这种邪气避那种瘟疫种种不同的这个配方的这些香粉自己放到香炉来燃烧，不管怎么点，只要是它那个烟雾一起来之后呢，就这个味道就把一些邪气，包括病气或者一些传染疾病就赶走了。或者是抵消了，这个特别重要。
对，就这个藏香粉，其实经常在车里熏一熏也是挺好的哈，师傅。当然了。啊。你像你那个，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要今天必须得出门开车，但是你心里直慌怎么办呢？拿这个藏香粉点燃之后哈，一个是在车的里头，第二个在车的下面熏一熏，可能就能避开一场灾难。对，这个特别重要哈。那么今天再讲一下，因为很多辟邪的东西哈，玉也是辟邪呀。玉养人还护人，护是指保护的意思。对，那这个我现在想到呢，就是我经常会去购买或者收藏，也像类似牛角式的，但是材质呢，多数的材质呢是玛瑙质，还有是的这个有些里头那个纹路呢是天然纹路，也有的时候呢故意找一些巫师和法师，会把它用某种科学的方法烧制出一些纹路来起到这个辟邪、增强能量的这个综合的作用。你像在过去我们接触的巫师啊、萨满巫师啊、拜火教巫师啊，还有地方我不知道是哪一类的巫师，很多他们进行这个加持过的这个带在身上的这个宝物哈，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牛角形的，就大约的牛角形所以这个呢能量特别强。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准备的是玛瑙的。对，玛瑙你看到的纹路哈，几乎它这个是天然的。天然的我们借用这个它原有那个纹路，如果有那么大块玛瑙能切下来打磨出这个牛角样子来呢，如果这些纹路很规则还是对称的，就是更好。也有一些透明的，也有半透明的，都有所以很难得哈。所以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种牛角式的这个玛瑙天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辟邪的作用。它会增强人的这个承受力呀，这个增强人的这种胆识不受到惊吓能够化解这个邪气安心安神还有增强灵性。那师父告诉我呢，说这个牛也好龙也好，就长的这个角它是增强这个动物的感知功能的。对，除了有对自己有保护作用之外，它是增强它的感知功能所以在这个辟邪镇静的这个像这个玉角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角，我们现在没有中药店才有，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呢通常是竖直长的长出来像一把圆尖的匕首一样。可是呢我发现呢，就是西藏的藏羚羊它在角的有一侧有一条黑线，从这个羊的这个头上开始，一直从这个角的底部根部一直长到尖儿，一条笔直的线，不是螺旋的是笔直的长上去的，这种就更灵。那你用这个角粉呢来磨了药之后呢，别自己杀羚羊在中药店有的是有卖的，它就是非常好的安神或镇静那经常吃的话可能还会通灵，因为羚羊那个灵感敏感度可高了，从那几百米才能感觉到有东西在靠近它，非常厉害所以大家懂得了一下这个牛角质的这种宝珠它大约的一些作用和灵性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就感觉好像得到了牛神的这个护佑似的。对，是这样。能量是。就是以前觉得辟邪，就今天师父讲的还增强能量、增强灵性对，就萨满巫师都会带的那样的对，他自己也带，他也做好了之后给一些体能比较弱的人带，起到一个辟邪和增强能量的作用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天然纹路的这个天眼珠，
因为很多所谓西藏天珠那个纹哈，就非常规范的几何纹和圆形纹呢，是人刻意按照一些师傅的要求烧上去的。哎，那么现在我们准备了有一部分呢是天然的这个玛瑙石上头那个纹路，有的就像一个眼珠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呢，这些眼珠，这些都是天然的，对，而不是人烧上去的。对，所以想它那个镇静和辟邪的作用，通灵的作用会更强一些。当然这不是古董哈，这都是现代的。它是现代的一个石头珠子，可是呢，这块石头成长了多少年呢？通常都超过10亿年，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有很好的辟邪的作用。是，很适合这个季节戴哈。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唐卡。在这个季节哈，在这个季节上来说，因为鬼门关哈，被地藏王菩萨给震开，让有缘众生呢，能够从这个地狱之门逃脱出来。如果我们呢，像在《地藏经》中就讲哈，佛就说了，如果有人供奉、塑造、绘制、供养地藏王菩萨像的话，哇，你所住的1000平方公里都是吉祥的、平安的、安全的、美好的。所以呢，就是能够去供奉地藏王菩萨这个宝像的话那是功德无量的。那与这个像相关的呢，还有呢，就是大黑天菩萨。我们现在就有这个特别小号的哈，大黑天，就是方便大家呢随身带，或者出门的时候带。现在放在你们眼前的哈，这是这个型号之中偏大一点的有些你出差呀，你像旅馆啊，对呀，很多旅馆啊，很多新的环境哈，你不一定适应，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不那么平安吉祥。你带上它，在你的床头柜那打开它，你心里拜一拜。如果你能够顺便带着一点香哈，烧上2炷香对，这个大黑天菩萨护佑着你哈，能量十足开创事业，所向披靡处处都可以安全安心，这多好呀！对，所以还能促使你能够家庭和睦，这个财富增长。真好，感恩师父。对。对，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哈，沉香啊、檀香啊这些，还有现在有藏香粉哈。对，大家呢，如果需求的话呢，请回去一些烧一烧。像在过去哈，我们那个，像在河北的时候，河北省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是村里死了人之后，很多人呢，每一家都害怕说这个鬼魂去到谁家去待着不走。他们有一个方法呢，其中就把这个烧火的，一定是烧柴火嘛，烧火的这个灰撒在自己窗台和门口外头。因为啥呢？这是火的能量。这个意思，把它撒上它，这鬼魂就不来。有这个说法。在青海、西藏呢，就烧这个熏香，烧着熏香，这个味道绝对让鬼魂不会进来。对。就有点像金箍棒孙悟空的金箍棒画个圈儿，画了个结界。这些邪魔不会进来，也是一个道理。对。再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有机缘哈，有这种请到沉香、檀香这些手串，戴在身上、戴在手上，或者戴在脖子上哈，好的戴1颗都行，戴1串效果会更好。对，这样的话，这个邪气就不会来了，反正原则上是这样子这个，这样大家知道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沉香、檀香都非常好闻，是吧？对同修都很喜欢戴香甜香甜的，是戴着觉得心里就是很安详、很踏实其实沉香、檀香哈，它都是当药物使用，它本身是可以用来泡茶喝的。我就喝过很多次，
尤其是这个沉香的。认识2个卖沉香的呢哈，他们试他的香，都拿着天然的这个原料，就拿小刀很锋利的小刀削一小片，就在那点燃它，拿盖儿闷上它。过一会儿那个香味从那个缝隙里冒出来，哎呀，香甜香甜的，人心里很舒服。哎，你看有人那个心脏不好哈，心脑血管不好，闻一闻就特别好。他能削那个小片儿，跟泡那个水哈。哎，有一个人心绞痛，他就喝了那个之后，心绞痛立刻缓解。它会有一些这个医疗的作用。你上网可以查的。哎，这些，因为从中医中药这个概念呢，很多万物都是可以入药的啊。所以这么好的那个辟邪的香料呢，它本身就是能够防病治病的宝物。感恩师父给我们今天介绍这么多好的法宝哈。对，那也是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全球的各禅堂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尽快的能够迎请到这样的法宝，马上带上哈。会在从今天起大概1周左右吧哈，都会有在我们慈悲音上这个盂兰盆记的这些宝物，在禅堂里为大家准备好。对，在每一个禅堂，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禅堂哈，师父。对，好，那从北美说起哈，从加拿大呢有温哥华禅堂、多伦多禅堂，这个我们放了禅堂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可以去禅堂直接请购。那美国呢有洛杉矶禅堂、硅谷禅堂、旧金山禅堂、纽约禅堂，还有波士顿禅堂这些禅堂都有给大家备好。那来到亚洲台湾有台北禅堂、新北禅堂、台中禅堂，还有嘉义禅堂。对，然后到韩国有首尔白玉禅堂、鞍山禅堂、海云台禅堂，还有西面禅堂。那还有呢，我们的新加坡禅堂、印尼的雅加达禅堂，还有泰国的曼谷禅堂。然后到马来西亚我们有8家禅堂有宝林禅堂、娇来禅堂、甲洞禅堂、龙泉禅堂、怡保禅堂、槟城明月禅堂、芙蓉禅堂，还有新山妙法禅堂。我们全球的这些禅堂都会准备好盂兰盆记在慈悲音上的宝物让大家能够就是现场就能迎请到，就不用等着邮寄了。对，这一点特别重要和往年不一样。那有禅堂的这个负责人呢，很善心的想到这一点，很体贴大家。就是有学员就是找他说，你看我们去慈悲音去请购这些宝物，等你快递给我邮寄过来了，这个1个月以后了，能不能快一点？他们来问我，我说那你就赶快，咱们配合，你需要的各禅堂需要的这些宝物，赶快联系我们的慈悲音慈悲音用最快的速度呢快递，通常3天就能到，所以我们多说一点7天，最多7天就到了。所以呢，你在看到咱们这个慈悲音上的这些宝物那就是我们在慈悲音的工作人员呢，就用最快的第一时间的速度，就已经邮寄到了你的在地的禅堂里去了。这样大家呢就用最快的时间得到这些宝物，来随身佩戴，赶快就消灾灭难，如意吉祥，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对。就最重要的是节约了时间。对，师父想的特别周到，也是真的是为大家考虑。其实大家呢更容易看到，要不然你在慈悲上看到是照片，那你呢在禅堂呢看到直接是真正的实物，对，是吧？这个真东西你看到了，你可以拿到手上把玩一下，自己喜不喜欢，这会更好一些，就比较方便感恩师父。而且这批法宝师父还专门特别的又加持了一下。对，刚才我们在照片上都有看到真的师父是用心良苦真的希望把最多的佛光最大的祝福送到每一位有缘人的手中。
这最重要是希望大家消灾灭难哈，对，能够如意吉祥哈，既能把这个冤亲债主哈，就是通过我们的修行啊，做功德哈，点灯啊，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安住好了，那我们这每一个有缘的朋友呢，也能安心的度过这个月，或者安心的度过一整年，是这多好啊！所以早点能够得到这些宝物，就不用等1个月了就提前给你邮寄到你当地禅堂哈，赶快联络禅堂，早点看到宝物。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在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观音祭中，很感恩师父为大家开启了那个网络念佛班，就菩萨护佑你念佛班。网友们都说非常的享受跟师父一起念佛，然后也非常的受益。那就在我们就是现在已经进到农历7月嘛，所以也想为网友们再祈请师父能不能再举办一次念佛班。然后给我们的祖先好好的念佛，然后给他们送去功德，送去光明，也为我们在世者，我们和自己的家人消灾然后送去更多平安跟吉祥。同意。感恩师父。就立刻安排。好，好的，那我们就计划一个时间，师父。好。那就从下周的同一时间，你还是说日期吧。下周日，北美温哥华时间下周日8月11号开始。好。就按我们直播时间开始。好。连续7天，8月11号到8月17号，北美温哥华时间晚上6点。每天2个小时。好。好吗，师父？那台湾、新加坡、北京时间是？是8月12号，就是周一开始，到18号早上9点。很好这就直接到了正日子了哈。对，8月18号正是那个盂兰盆节正日子。7月15。佛欢喜日哈。是。很好，同意。感恩师父。全球的网友和师父一起哈，是为祖先、为冤亲债主念佛超度他们。对。超度他们，就等于超度自己，是让自己平安吉祥，全家吉祥，全家幸福快乐。感恩师父收到。感恩师父。好。那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非常感恩师父给我们的这个教化。那也是好事情不怕再说几遍哈。真的再次提醒网友，我们的地藏菩萨超荐灯从今天开始就点上了哈，会点30天，一共点到农历7月30号。那早点时间就最长哈。我们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真的是分享这样的好消息就是一份功德，就帮到了他们。对，早来点灯呢，你做功德的时间就长。对。你比如说你到了15号再点吧，后头剩下15天的。是吧？那你现在点呢，1整月。对，大概这样子。就我们的价钱实在对全球来说实在是最低的。是。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哈都能够有很自在的，为冤亲债主，为历代祖先，为你的过去的七世父母，能够送去一份，这个佛菩萨护佑的那个灯，对，让他们在那个世界呢都能够吉祥快乐。那我们呢，在人世间呢，才能吉祥快乐。所以就是一份，就是我的一个用心吧。所以方便大家做功德，消灾难。感恩师父。师父。好。那今天内容差不多了哈。好的，好，祝福全球的网友朋友呢，幸福快乐，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咱们在接下来在下一个念佛班见哈。8月11号或者8月12号，连续好几天哈。我们一起念佛让我们得到幸福快乐。那今天直播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当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